如果放在前几年，谁要是跑来跟我说，小冉啊，立陶宛准备出兵介入中东了，要去攻打伊朗了，我绝对会摸摸他的额头，兄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假酒喝多了呀？在这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但是就在这几天，这个国际玩笑它居然成真了呀！自从立陶宛前几年得这个反华精神病之后啊，那个病情啊一天比一天严重，现在呢已经彻底亢奋了，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当法国、英国、德国这些欧洲老牌帝国啊，面对中东那个烂摊子啊，都在疯狂的挠头，生怕惹火烧身的时候，突然就在波罗的海的角落里立陶宛跳出来了呀！没错，他说他要出兵协助美国去攻打伊朗，而且他不是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事情呢是这样子的，据这个立陶宛自己的国家通讯社3月3号报道，立陶宛的总统瑙塞达的高级顾问啊，一个叫阿斯塔的女政客跑出来呢，对着全世界大放厥词。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伊朗不听美国的话，不停止研发核武器，所以美国和以色列打他们是正当的，是不可避免的。紧接着呢，他抛出了那句震惊全宇宙的豪言壮语啊，如果美国政府提出请求，我们立陶宛将考虑出兵协助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哎呦喂，你们听听这个语气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立陶宛手里面捏着10个航母战斗群呢。这消息一放出来伊朗慌不慌我不知道，但是整个欧洲那真被吓傻了。大伙儿想想梅姨在那儿被炸得灰头土脸的，欧洲的大哥们呢，那都是千年的狐狸玩聊斋的高手。他们私底下发了个联合声明，说我们要采取必要且相称的防御行动。啥意思呢？潜台词就是我们在中东的美军基地挨炸了，我们只管防守，绝对不主动出击惹事儿，别牵连我们。欧洲大哥们的态度很明确我们知道该站哪队，但是我们绝对不以北约的名义去打头阵当炮灰。结果倒好，大哥们呢正撅着屁股往草丛里躲呢，立陶宛这个猪队友直接站在大马路上举着个高音大喇叭喊，大哥们别怕，我立陶宛代表北约出兵啦，我要帮美国打伊朗啦。这把英法德恶心坏了合着整个北约就你立陶宛一个是美国大忠臣，显得我们都是反贼呗。你连个村长都算不上的玩意儿，凭什么代表我们去惹怒伊朗立陶宛这封感天动地的请战书发出去之后董王压根就没搭理他。没错，连个已读都没有尴尬不？这下这个总统瑙塞达坐不住了，等了3天，眼看这个热度都要散了3月7号，这瑙塞达呢亲自披挂上阵，直接对着美国喊话：美国爸爸，我们立陶宛呢是你最忠实、最负责任的盟友，我们准备向你提供我国的领土，以保障你攻打伊朗的后勤支持。各位，你们品你们细品，瑙塞达这招现世求荣，其实呢是极度阴险的他是冲着谁去的？是冲着英国和西班牙去的。因为前阵子呢，这英国跟美国在军事基地的问题上闹掰了，不让美国随便用。西班牙呢更是公开宣布坚决拒绝美军利用西班牙境内的基地去对付伊朗。这欧洲大哥们都在对美国说不。这个时候机智的瑙塞达凑上来了，爸爸，他们不给你用，我给，用我的地盘。哎呦喂，试问整个北约还有谁比我立陶宛更孝顺？一心求战宁可把国家变成靶场，也要伺候好主子。立陶宛国内的政客和媒体这几天呢都觉得自己出息了，觉得自己是拯救西方世界的超级英雄了。看到这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非洲的军事强国冈比亚。那当年呢，他的总统贾梅也是这么狂扬言要派几百人到台湾海峡威胁咱们中国沿海。结果呢，这个家伙现在连国家都回不去了，流亡海外了。瑙塞达现这副嘴脸跟当年那个冈比亚总统不能说是十分相似，只能说一模一样。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董王呢看在立陶宛一片赤诚的份上答应了，那立陶宛能派什么兵过去呢？咱们先来看看立陶宛的陆军立陶宛全国的陆军总人数满打满算1万人左右。这是个啥概念
咱们中国稍微大点的大学新生军训都比这个人多。这1万人里分成了3个步兵旅，1个工兵营，外加5000个所谓的预备役。其实在2004年加入北约之前立陶宛实际上就是一个旅，名字听起来吧还挺唬人的，叫什么铁甲狼旅。后来加入北约了，大哥们看这群要饭实在是太寒酸了，丹麦大手一挥，送了一批不知道在这个仓库里放了多少年的2手破烂武器，拼拼凑凑总算是像个军队了。他们陆军最强的火力竟然是德国淘汰下来的2手自行榴弹炮，还有这个美国老爷爷级别的牵引式榴弹炮。更搞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堂堂一个国家的陆军连一辆坦克都没有。没错，一辆都没有。你没有坦克，你去打什么中东啊？你骑着波罗的海的皮皮虾去冲锋陷阵吗？那这支1万人的陆军平时在北约里是负责啥呢？打仗那是肯定指望不上的。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给这个北约大哥呢扫雷、排雷、拉电线、跑腿侦查一下。合着这不是去参战的，这是去给美军当保姆干家政的呀。陆军不行，那咱们看看高科技的空军呗。跨国打击总得靠飞机吧。这立陶宛空军呢曾经确实辉煌过，那是苏联还在的时候，有118架战机。现在呢全军一共就12架飞机能飞，再加上那些停在机库里当废铁的，总共是23架。整个空军呢只有区200人左右。而且这12架飞机里他们唯一的一架战机是一架叫 L-39Z 的攻击机。这玩意儿呢是1992年苏联刚解体那会儿立陶宛呢跑去吉尔吉斯斯坦，软磨硬泡让人家打骨折，淘来了一架2手货。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战斗机，这是一架用教练机改装的轻型攻击机。就是这个玩意儿飞到这个伊朗上空，伊朗的防空导弹都不好意思瞄准它，怕浪费钱其实吧，他们本来还有另外一架教练机也是从这个吉尔吉斯斯坦买的。但是就在201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其喜剧的事儿。那天呢，北约搞演习，这立陶宛这架破教练机居然在空中跟法国空军的一架幻影2000战斗机撞在了一起。结果是立陶宛的破飞机当场连个渣都没剩下。万幸的是法国的幻影结实晃晃悠悠的安全降落了。这个事吧，给法国空军留下了极大心理阴影。从那以后这个北约呢就立下一个死规矩，以后只要部署在立陶宛空军基地的法国和德国战机出任务立陶宛的飞机绝对不准起飞，必须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为啥呢？因为大哥们怕了呀。我不怕俄罗斯的导弹我怕你立陶宛上来碰瓷儿这撞坏了算谁的呀？最惨的是这立陶宛空军的指挥权根本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全部交给了北约代管了。空军飞不到，陆军没坦克，那既然瑙塞达他非要去波斯湾，那就只能靠海军了。立陶宛的海军那可是大有来头的。1992年成立的，司令部呢在克莱佩达港，首任的海军司令以前在这个苏联海军里是个正营级的航海业务长。这个级别搁在咱们这儿也就是个派出所所长。加入北约后，立陶宛海军混得怎么样了？光荣的成为了北约波罗的海舰队扫雷小分队，目前总兵力630人。舰艇呢，注意必须是以不沉没为标准来统计，一共只有9艘，其中5艘扫雷艇呢，1艘是挪威送的，1977年建的，还有2艘是德国送的，1955年建的，还有2艘呢也是德国送的，80年代的破船。这船上的铁锈估计比甲板都厚了，开出去不开炮都能把敌人给熏死。除此之外他们还有20多只皮筏艇。对，你没听错就是那种去公园的湖里面划水的人力皮筏艇。这个绝对是绿色环保人工动力系统极其的灵活机敏。不得不承认立陶宛海军呢确实比蒙古海军要强一点的，毕竟人家的船是真能下海的呀。这立陶宛海军建立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战绩是什么？我给大伙念念共处理了75颗水雷、16颗鱼雷、7枚炸弹、17枚二战哑弹，还发现了2架二战飞机残骸。合着这根本不是海军这是海底废品回收站
现在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波罗的海呢测测水质，捞捞垃圾。立陶宛这9艘无敌战舰平时是绝对不敢离开波罗的海的。为什么呀？因为外面的风浪太大了呀。1955年的古董船一个浪打过来，估计直接就散架变成潜水艇了。但是既然这个瑙塞达总统呢现在是一心求战这9艘破船呢看来是必须要倾巢出动了，劈波斩浪的驶向中东的波斯湾了。我劝沿途各国的军舰看到立陶宛舰队赶紧闪开，千万别碰瓷儿，要是磕了碰了，那可是1955年的古董你们赔得起吗？看到这儿大伙肯定有个疑问，立陶宛这个国家从首都维尔纽斯到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直线距离将近2900公里，他空军那架二手教练机飞不到一半就得没油掉下来，他海军那几艘破船摇到明年也摇不到波斯湾。一个要人没人，要枪没枪的县城级国家，到底为什么敢如此嚣张，如此好战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美国前几年为了对付咱们中国呢，把这傻小子捧得太高了。前几年立陶宛得了反华精神病，疯狂的挑衅咱们的底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看，哎呦喂，这儿还有个不要命的傻子可以用于是呢，这个布林肯跑去拍着立陶宛的肩膀说，你是我们极其重要的高价值盟友，你在印太地区有大作用。2021年美国更是公开表扬立陶宛太牛了，经常对全球挑战做出反应，我们美国全力支持你。就这几句马屁可把瑙塞达给激动坏了立陶宛瞬间觉得自己就是美国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可是美国给了他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吗？没有一根毛都没给。立陶宛呢想要一艘稍微像点样的驱逐舰，美国都不给。为啥呢？因为美国人心里门儿清给你也养不起你加个油都得国家破产，你还是继续用你的人工动力皮划艇吧。那现在瑙塞达他为什么非要跳出来叫嚣要打伊朗呢？其实呢也是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因为这几年立陶宛惹怒了中国被咱们彻底罚站了。中国市场的大门一关，立陶宛的经济直接就崩了。这个时候立陶宛呢他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可是美国这几年也自顾不暇，早把这个小旗子扔在角落里吃灰了。瑙塞达慌了如果再不能引起美国的注意，立陶宛这个小国可能真的就要彻底烂在泥潭里了。可是立陶宛到底能给美军帮上什么忙呢？难道真的派几个兵去给美国大兵做大锅饭？如果有一天这美国打仗居然沦落到需要向立陶宛求助的地步，那美国还混个屁赶紧解散得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咱们下期再见。